Hello， 姐妹们，大家晚上好呀！又是我是你们的月月。今天我们来讲一件事，什么事呢？那就是水平基因转移。水平基因转移来自于跨性别，能改变性别的基因。下面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那个水平基因转移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水平基因转移。水平基因转移就是两个不同的生物通过碰撞合并而导致的基因互相转移。如果还不懂，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个实验来证明。什么实验呢？1928年，英国科学家格里菲恩等人发现，具有光滑外表的 S 型肺炎链球菌使小鼠发病，从而引起了肺炎。对，然而具有粗糙外表的 R 型细菌对小鼠无效，从而使小鼠不会发病，保持健康。这就是肺炎啊，就像新冠肺炎一样，这种感觉啊。好。然而，美国微生物学家艾伯里用实验证明了水平基因转移。首先，他们用活 S 型细菌注射小鼠，小鼠死亡，然后用烧煮杀死的 S 型细菌注射小鼠，小鼠存活了；用活的 R 型细菌注射小鼠，小鼠存活；用死的 S 型细菌混合活的 R 型细菌，奇迹出现了，小鼠死亡了。这个实验证明了死的 S 型细菌的光滑外表基因居然转移到了活的 R 型细菌身上，从而使其长出了光滑的浆膜，从而转化成了 S 型细菌，杀死了小鼠。懂了吧？这个就是水平基因转移的重要概念了啊！学生物的小伙伴记好了啊！对，所以这个证明了基因是可以通过两个微生物之间碰撞而相互转移的。对，所以这个就是科学的大发现，首次证明了基因能够通过微生物之间只需要碰撞就可以形成基因转移了，互换了。OK， 好了，但是这个结论就下得太早了。然而现在大自然总是能突破人类的认知，人类的底线啊！最近大海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绿叶海蜗牛，能进行光合作用。
一般光合作用只存在于植物中，但是为什么动物之间也能够存在光合作用呢？下面就由我们来讲解一下啊。这种蜗牛并不是天生就拥有这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基因的，而是靠后天的基因转移获得的。这种蜗牛在吃掉海藻后，能将其中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基因窃取到自己的基因中，然后才能进行光合作用。拥有这种基因后，蜗牛可以不吃不喝，只进行光合作用就能够存活下去了。这就是生物中第一次发现水平基因转移居然能出现在就是除了微生物之外的大生物中，对，出现在动植物之间，而不在是微生物中的专利了。所以你明白了吗？如果能够了解他们这个水平基因转移的密码，能了解这个动植物之间能够进行水平基因转移的这个密码，将来我们人类也是可以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而达到生物间的性别互换、性别改变了，对，就能够实现真正的生物变性了。是的，而成功，那时候就可以真正成功的生物变性了，自然的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好了，所以说只需要，如果有将来，我们只需要吃掉一些雌性的生物，我们就可以达到基因变性而变成女性了，获取所有雌性的基因。对，对，我就是女人。对，我一直觉得我是女人。对，我是天生的女人。对，谢谢，谢谢各位的观看。如果点赞超过1万的话，我们将讲述在泰国蜕变的经历。如果关注超过1万的话，我们将讲述泰国的经历。如果点赞超过1万的，超过1000的话，我们将继续讲述生物基因改变性别这方面的故事知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